看完俄乌战场，美国担心自己的海军。这种思维跳跃变化的背后，其实是对战场样式变化的思考和担忧。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俄乌战场打了1个月了呀，美国呢是一个兵都没派。但是如果说俄乌战场跟美国海军拉上关系，这个话听上去好像是有点脑洞。其实呢，美国海军在这场冲突中呢，还真是执行了一些任务的，都是些外围的警戒任务、巡逻任务、监视任务，还有些个情报收集任务。不过呢，每天也挺忙，是要出动几十架次飞机的。参战呢倒是真没有。那么美国怎么从俄乌战争想到海军去了呢？因为他们感觉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美国海军面临的问题有点类似俄罗斯坦克在乌克兰遇到的境遇。美国呢对比了当初费卢杰战斗还有乌克兰的情况，说当初在费卢杰，对方呢有不少伏击，但是美军坦克损失比较小，因为对方打过来的都是些什么各种 APG， 美军坦克正面根本不怕，侧面加上格栅加上沙袋，挨几下也不是问题。但是在乌克兰，坦克遇到的都是新一代的反坦克导弹，不管是标枪还是 NLAW， 都是攻顶的。任何坦克顶部装甲只要挨上一发就没有扛得住的。而且成像制导的东西越来越多，发射后不管，太有利于步兵设伏之后打了就跑。所以乌军可以用这些装备这些打法把俄罗斯的装甲部队是逐渐消耗掉。既然坦克没法给乘员提供安全感，那么步兵也就不愿意伴随坦克了，那么俄罗斯就没法发挥原来装甲部队的巨大优势。而且美国人还想到，在某些比较狭窄的水域，美军舰艇也可能会陷入类似巷战的情况，周边的岸上空中都有可能埋伏着各种远程反舰导弹，这些导弹制导体制是越来越先进，抗干扰能力越来越强，速度越来越快，什么东风26，什么锆10，美国也担心啊，自己的舰艇会不会被突然飞过来的各种导弹来一个醍醐灌顶了。前几天解放军还专门在沙漠上演示了一次东风26打击类似航母的运动靶的镜头，这个表演肯定是给特定观众看的，这就让美国觉得舰艇的生存能力堪忧。另外呢，美国人还觉得俄罗斯的作战体系指挥体系也有问题，部队行动过程中上级下达任务和部队具体执行会有脱节，比如说给部队一个调动命令，但是经常会不告诉部队你调过去干什么。部队如果缺少主观能动性，调动到指定地点之后和上级联系不上，这支部队就会陷入茫然。这好像也是俄罗斯的军事传统啊。为了防止被俘人员泄密，那么指挥作战都是一步一步往前拱着走。这不奇怪，其实美军也一样，毕竟像解放军、志愿军那样能把作战决心和任务贯彻到底，班排长都能明白师一级、团一级的作战想定，能够根据情况调整作战计划的军队本来就没几个。俄罗斯这种情况呢，就是太依赖一个指挥中心，这个指挥体系中心一旦被打掉，那么整个一支部队就跟瘫痪了差不太多。所以现在指挥系统都在强调去中心化。既然形成了网络，那么一个节点失去了以后，也要通过其他节点绕路把信息渠道接通。所以现在想起来，咱们志愿军当时那种灵活作战的这种风格，真是已经提前实现了去中心化。可见呢，虽然俄乌战争还没有打完，美国已经开始研究和分析双方得失了，开始构想未来特定的环境下要如何塑造战场，去赢得下场战争。比如说，重装甲部队面临各种新的反坦克导弹威胁，生存能力和它的投入成本、使用成本相比还有优势吗？在掌握制空权情况下，对方仍然可以用小型无人机进行侦察、攻击、袭扰，这种制空权算不算完整？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杀伤链要如何构成？如何打断对方杀伤链？这些都已经是摆在各国军队面前并不遥远的问题。美国在研究，当然我们也在研究。听部队朋友讲，北京现在已经在连着开研讨会了。其实呢，美军也好，我们也好，还有周边的某些武装力量也好，都知道乌克兰的战斗是有些研究价值的。不管这一仗什么时候打完，吸取经验教训都要抓紧时间了。好，关于俄乌战场，美军已经开始了反思和研究，我们该干什么？
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